洋洋妈不和你聊了，有空就早点回来。不过回来之前要提前告诉妈，妈好安排你和那个女孩子相亲。相信妈的眼光，那个女孩子真心不错的。知道了妈，你快和我陆叔叔去逛逛街吧。你们应该很久没有一起逛过街，体验人间烟火了。这个点就要去逛夜市，特别的有烟火气息。在 H 市的时候下了班，若是早一点，周阳和龙婷就会脱下西装，悄悄去夜市那里吃当地的特色小吃。夜市特别多人，很有烟火气息。你说的是美食街吧？知道了，等会儿就和你陆叔叔去逛逛，看看美食，妈就不吃宵夜了，免得长胖。陆东明在一旁说道，你还想长胖？从你来了江城之后，就没有胖过，给你做再多好吃的都吃不胖。因为工作繁重，压力大，初时海玲还经常失眠呢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她没有瘦就很好了，哪里会长胖？况且她每天也会坚持运动。别人怀孕生完后，因为坐月子吃得好，会有一段时间长胖。海玲生完妞妞后，吃得再好也没有长胖，妞妞还是她亲手带着呢，没有假他人之手。也就是陆东明这个当爸的会帮忙，夫妻俩都怕孩子会出事，所以他们亲自照顾。妞妞开始上小学了，夫妻俩才松点手，由保姆代为照顾女儿。我要是退休了，可能就会长胖，不是说心宽就体胖吗？我现在工作量那么大，怎么都做不到心宽，所以就不胖了。不过我也不想长胖，就我现在这样的身材多好呀！我要是长回以前的200斤胖子，你都嫌弃我了。当初我进你公司上班，你还逼着我每天围着办公大楼前面的小花园跑上5圈呢。海玲跟老公翻旧账，天知道那会儿让我跑1圈有多吃力，跑5圈下来简直要我的老命。胖的人不爱运动，运动起来也很吃力。胖过一次还因为太胖变丑而遭到丈夫嫌弃离婚的海玲，打死她都不想再胖一次。哪怕陆东明不是周红林，没有那么浅胖，她也不想再变回大肥婆。所以她减肥成功之后就特别注重身材。生完妞妞后，她不是一下子就瘦下来的，是她坚持运动，没有暴饮暴食，体重才慢慢恢复正常的。生洋洋那会儿她没有这样的意识，想到的是她和周红林恋爱多年才结婚，感情深厚。她吃得多也是为了有奶水喂养儿子，所以没有管住嘴，吃着吃着就成了个大肥婆。等到想减肥时，已经很难减下来了。说实话，如果周红林不变心，还和以前一样对她，没有婚变发生不离婚，海玲未必能坚持减肥。太多人减肥时都是嘴上喊一喊，遇到美食抵挡不住，又说先吃了再减肥，不吃没有力气减肥。想靠运动减肥，想天天跑步，跑上2天就坚持不下去，跳绳也是跳上2天就觉得累，所以减肥需要很大的决心及毅力的。陆东明笑道，我又不是嫌弃你，只是觉得你太胖了，影响你的身体健康。知道你是战印的大姨姐，我哪敢嫌弃你呀？是为你好，他的确没有嫌弃过他，只是同情他，想改造他，让他变得优秀，让周红林后悔去。妈，我先挂电话了。听到老夫妻的对话，周阳觉得自己就是父母中间的电灯泡了，赶紧挂电话，让老夫妻慢慢翻旧账去。海玲还想说什么，儿子已经挂断了电话。他轻斥陆东明，看你吓得洋洋挂电话了。哪有，洋洋是自觉这娃从小就有眼力劲儿。陆东明嘿嘿地笑走，咱们出去逛逛美食街。的确好久没有一起逛过街了，天天都忙着生意，忙着出差应酬，他忙他也忙。不过他每天比他先到家，然后做好各种准备，等他回家就能舒舒服服的，不用再为家里操心。凤氏家族的很多小事情，一般也是陆东明帮他处理的。族里的人对陆东明这个凤家姑爷很是信服，大家都说他是历代姑爷中最好的一个，能力超强不说，待人接物很好，又不失威严。怎么说都是大家族里出来的少爷，人家陆东明自己也很厉害的，年少轻狂时还当个古惑仔。走吧。海玲没有拒绝夫妻俩一起出屋的，要不要叫上妞妞？妞妞应该也快回来了。海玲边走边问身边的男人。陆东明立即说道，不叫就咱夫妻俩。女儿奴转性了，女儿大了有她自己的空间，
自己的朋友圈还跟着爸妈干嘛？陆东明说道，今晚谁都别跟着咱俩，保镖让他们远远跟着就行，有他在，就算不带保镖也不怕，他能保护海玲。不过为了预防万一，还是带上保镖吧。海玲低笑。陆东明上前2步拉开了车门，让海玲上车。他自己开车不用司机。管家想上前问话，迈出了2步却又打住。家主的去向如果没有主动告诉他，他还是别多嘴问了。很快几辆车驶出了凤家老宅。只要杨洋肯回来相亲，我也松口气。那孩子嘴上说不会打光棍，可他做的事就是在打光棍的路上。车上就夫妻俩时，海玲忍不住又唠叨着儿子的人生大事。洋洋有自己的打算，咱们不用催他，他都还不足32周岁。说是说32岁，其实不足的陆东明安慰着老妻，他和海玲结婚的时候都36、7了呢，比洋洋现在大了好几岁。男人，特别是事业有成的男人，不可能像别人那样23、4岁就结婚的，因为他们忙也是更看重事业吧，除非是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或者早早就有了联姻对象的，才会在30岁之前就结婚。咱们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都快40了呢，现在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，我看起来也不老吧。海玲偏头看他，你不染发的话，早就满头白发了，还说不老，不说你就是我都需要染发了。哪怕保养得很好，到了他们这般年纪，头发变白是正常的人要服老。海玲不怕别人说她老，她本来就步入了老年队列。陆东明笑道，你倒是服老，我就不想服老，觉得我还很年轻，好像咱们刚结婚一样。是刚结婚，妞妞都20好几了，还刚结婚呢。人都是会老的，服不服老都会老，我是会面对现实的。说自己年轻，又不会真的变得年轻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陆东明边开车边笑，好好好，咱们面对现实都老了，等洋洋结婚生娃，咱们就可以退休，在家里含饴弄孙。他不结婚呀，催来催去总说很忙，又说会结婚，可让他去相亲，他又不去，海童也帮他相看着。可是相看有什么用？我们看中的女孩子，他都不去见面，又不是我们娶老婆，我们看中的没用，要他看中才行。他那种性格应该不会一见钟情，适合日久生情的。只要他肯给别人一个机会，总能培养出感情的。这次我看中的沈家千金就很不错，我仔细打听过她的品性，跟她也接触过数次了，比洋洋小了4岁，无妨的，人家又不会嫌洋洋年纪大。男女之间相差4岁其实不大，男人稍微大一点更会疼人。只要一提到儿子的婚事，海玲就吐槽个不停。陆东明听他吐槽洋洋，也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上次海童不是说洋洋对东城富家的千金很有好感吗？海童是那样说了，可是后续2个人很少交集了，合作的事谈妥了，工作上的事就可以交给了别人。洋洋不怎么管了，也就和傅小姐少了交集。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呀，儿大不由娘呀。可能是他的正缘还没有来吧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缘分，缘分来了，他们自然就会认识、相爱、结婚。就像他的正缘来的就很晚，认识海玲之前，他家长辈不也愁得很，天天催婚也催不动，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结婚，他自己都以为就这样打光棍一辈子呢。海玲说道，儿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不会像别人那样催婚的，等到孩子大了，年纪一年一年增长，眼看别人都当婆婆了，我儿子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就忍不住着急，然后加入了催婚大队。正常为人父母都是这样的。海玲身子往后靠，不说了，免得影响心情。咱们就去美食街好好的吃一顿，偶尔吃一顿宵夜，应该不会长胖吧？陆东明偏头看一下他后，又继续望着前方，嘴上说道，你吃好几顿宵夜都不会长胖，偶尔放肆一下就好，还是要自律的，怕死又胖成球。你胖成球，我也一样爱你。海玲脸红了，一下几十年夫妻了，还说爱不爱的，我听着脸都会红。几十年夫妻就不能说爱了吗？只要我还活着，我都要对你说，爱我就是爱你。好好好，打住吧，得亏车上就咱们俩不丢脸。陆东明低低的笑，老夫妻俩去了江城最热闹的美食街。这条美食街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人流量都很大，
海玲很少来逛美食街，她从减肥成功后，饮食上很自律。夫妻俩逛了半条街就吃不动了，给宝贝女儿打包了一点他们都觉得好吃的小吃，让妞妞也尝尝江城的特色小吃，夜色越来越深。不知不觉间，东方从黑变白新的一天到来。H 市新上任的龙家家主今天要去龙氏集团，从龙拓手里接过当家大权，大清早龙婷就起来了。他本想下楼给初九和2位长辈准备早餐的，结果下楼一看，初九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了。少爷早安。见龙婷进来，初九转身恭敬地问好。你又起那么早？今天我想给你妈和师傅准备早餐的。初九说道。我睡到自然醒，习惯了，平时就是这个点起来。穆妈妈和师傅在院子里散步，你先出去陪陪他们，一会儿早餐好了，我打电话给少爷。龙婷深深地看了他片刻，他坦然地迎着他的注视，没有半点异常。龙婷很想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，想着才过了1个晚上，答应给他2天时间考虑的，便咽回了想问的话，等2天过后再问他吧。他说的2天后一定会给他一个答复，别逼得他太紧。行，我去看看2位老人家。龙婷敛回了视线，转身走出了厨房。初九悄悄松口气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少爷向他表白后，在面对少爷时，哪怕他表面很镇定，内心却是紧张的。他们一起长大的呢，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如今竟然有一种初相识的紧张感，可能这就是捅破了那层纸的原因吧。龙婷走出主屋，想了想后，便往旁边的药园走去。他猜测2位长辈还在药园里散步，这个园子里满园都是草药，有些草药也会开花，其实还挺出镜的。师傅是种草药的高手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老人家肯定喜欢待在这个园子里。果然，龙婷一进药园，就看到师傅正在向穆妈妈介绍每种草药的功效。家里有几个当医生的人，往往全家人多少都懂点药理的了。妈，师傅！龙婷边走向2人边叫喊。程玲玲站直身子望向龙婷，穆晴也扭头看向杨子，脸上有了笑意。龙婷，这么早起来了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最近你太累了，要多休息。今天我要去龙氏集团跟龙拓交接，所以早点。平时他还真不会起这么早。穆晴哦了一声，又关心地问。他肯交出手里的权，感觉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。龙英明父子俩打理龙氏集团30年，做梦都想成为真正的家主，暗杀龙庭无数次，哪肯轻易放手？表面上他们不会拒绝的，我身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暗地里会耍什么花招就不知道了。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有他们不甘心，不罢休，我才能重新得到他们犯罪的证据，将他们绳之于法。30年前的事，他还真的不好搜集证据，因为过去太长时间了，而且龙英明也抹去了痕迹，哪怕很多人都怀疑他，苦于没有证据，能奈他何？知情人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余下的都是和龙应明一伙的。